她是比丘尼，女性的比丘尼中间呢，敢做敢当，那么有所作为的一个杰出的师父了。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感谢台南市谢觉安居士赞助本节目。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本次的主题是林老师心目中的出家人圆融尼师篇。照惯例出家人篇我都会先简介一下出家师父。那圆融尼师呢，他是1906年出生的师父，他是跟我们之前录过的师父有点不一样的一点是，之前录过的师父都蛮多是从大陆过来的外省人这样，那这位师父他是本省人，他是台湾人，土生土长的。那圆融尼师呢，他是屏东东山寺的住持。他那个时候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早期的台湾社会是其实重男轻女比较多，然后她是一位女性的出家人，所以其实蛮不容易的，在当时的社会的风气下。据说呢，这位圆融法师的个性是很明亮，然后算是比较阳刚，然后也比较有魄力，然后行事比较果敢这样子。然后据说还有尼姑王的称誉，但是我记得现在好像有风气说不要叫女性出家人叫尼姑，对，没错。但是当时还有这个称号啦，算是一种称赞的表现。这位圆融法师他也创办了女众的佛学院，也是为了女性的出家人付出了很多的心力，还有很多的付出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来问问看，林老师跟这位圆融尼师、圆融法师有什么样的渊源？ OK， 我小时候是生长在屏东的，那么从我懂事以来呢，我就呢常常听我妈呢提起说，屏东呢有一间呢这个佛教的名刹，那么叫东山寺。那么这个住持呢说他们家好富有，她是一个千金小姐，他们家有500甲的土地。那么她呢爱佛吃素，所以她出家了。那么呢这是我最早了小时候真的在我大概6、7岁我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了。那么呢一直到我17岁的时候，我爸爸呢因病呢他往生了。我那时候对于生命呢真是非常的这个失望，因为像我爸爸呢那样的努力向学了，因为他是孤儿了，那结果呢到40出头以后他就走了，觉得老天不公。对，说我要向命运的抗议。我抗议就这样子。我爸呢是6月5号死的，那么雄中我高1的时候，他10几号就是1个礼拜以后就是期中考，期末考了。我全部写名字呢就交卷，一个字我都不回答，就跟老天爷呢这个抗议。可是抗议呢就是我自己留级了，它的后果就这样子。了解。可是那个以后我呢也不爱念书，全部都不爱书，就消极了。那我妈看到我这样也不行啊，她就跟我舅舅呢住我隔壁，这个舅舅是那个大舅舅陈仁和，就设计那个高雄佛教堂的人啊。那么他是台湾的10大优秀建筑师。那在这边也做一个小的补充，今年刚好是我舅舅100年的冥诞，2025年，成功大学的建筑研究所要为他举办呢全台湾的展览，就他设计的手稿了，他的那个建筑的模型，他的作品呢，对我舅舅呢非常的这个尊崇。是我舅舅呢在那个时代呢是算是学佛的青年了，他30多岁，他就因为设计高雄佛教堂的关系，接触到佛法，他就深爱的佛法了，所以才会影响到我了。那么呢，我舅舅在当时这个尤其是南台湾的佛教界非常出名，他跟这个圆融师呢也非常熟，所以他就想到说，那是不是让我是他的外甥呢，是不是到屏东东山寺呢去小住一段？
能够这样子呢调养一下也好，能够沉浸一下也好，免得呢就是呢不爱念书，整个人呢都消极下去了。我妈说好，这个东山寺的圆融法师非常的慈悲，他一口就答应了，而且呢还呢空出一间那个疗房，就禅房呢，大概好大，我在想大概有8坪左右，他作为我的书房跟我的卧室了。那么呢我呢那时候刚去的时候，觉得也说啊，天天吃素，那不是呢很糟糕吗？可是我发现那个东山寺那时候煮的那个素菜很好吃，刚好合我的口味，所以呢我住在那边也就慢慢的习惯了。不久东山寺就迎来了这个基隆海会寺的住持了，叫道元法师，他下来讲《楞严经》。那我呢顺理成章的，自然就在晚上的时候啊，就听讲《楞严经》很深啊。你想那时候我才17岁，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其实我就只知道了所谓的七处真心呢，就在找心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阿难跟那个摩登伽的女儿啦，恋爱的故事。其实不能叫恋爱了，那么是摩登伽女很爱那个阿难，阿难就是佛的堂弟了。我们现在的佛典大部分都是他背诵出来的啊。那么呢，那个故事非常的感人，尤其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心里面。那么呢，因为这样的关系，一开头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就呢有兴趣听下去了。那时候我记得那个翻译的是他的大徒弟仁光法师，他翻译那个台语。我现在台语会还能够在佛典，在这个电视机前面讲那个佛经用那个台语，大概那个时候就听到仁光法师他在翻译呢，就是用台语，非常流畅的。那么呢，这整整我在那边住了1年。这么住那么久？因为那部经典讲1年。都没有去上学？不，白天去上课啊。所以早上我5点半就起床，那么6点半呢就走路到屏东火车站，坐火车到高雄，然后再走路，雄中在火车站旁边呢，就这样子。我每天这样去又回来呢，1个钟头，散步1个钟头。我常想呢，我体弱多病，小时候，今天活到82岁，可能跟我住在那个东山寺的1年，每天这样通学，那么走路步行有关系。第二，我在那1年里面都吃素，可能定下了我将来吃素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也不一定，觉得不排斥，所以觉得呢吃素也很好吃。是。第三，我在那边看到了圆融法师，他对于道元法师的尊敬，就是呢毕恭毕敬的把他呢奉为不只是座上宾啊，那真的是像天上的菩萨一样。在那边我发现，这个佛门啊，它呢跟儒家里面说呢长幼有序，对不对？那么呢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也深深的影响到我，就是我现在对于出家人都很恭敬。在那边我就看到了说，圆融法师呢，他是屏东的第一名刹了。那么他对于师父从台北下来这样子毕恭毕敬的，这也对我呢觉得说呢，尊敬出家人，这是做一个佛教徒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在这1年的中间呢，我早上呢就听到那个钟声晨钟暮鼓，这也会熏陶到我。每一次听到那个钟声鼓声的时候，我内心都有一种呢无比的静，所以呢那个呢把那些烦恼世俗的烦恼呢沉淀下去的那样的沉静。我觉得呢佛门这种生活呢我很喜欢。早上起来的念那个楞严经啊，诵那个楞严咒了，对不对？使我深深的爱上了梵拜。我到现在都很喜欢佛教这些调调，每一次这些呢佛教的梵拜一唱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潸然掉泪，觉得内心呢无比的感动。就在那边呢17岁的时候，
受到了那个圆融师父呢，他对我非常好，对，碰到我的时候都是慈眉善目呢，微笑的，会问我说呢，睡得好吗？还住的习惯吗？佛听经呢，有没有听得懂呢？这个抚慰到我，一个17岁的青少年失去了爸爸，当时的那种悲伤呢，他呢像慈母一样，可以这样讲呢，安慰到了我，使我对佛教又增进了无比的好感。这是我17岁在那边。那我舅舅跟我妈呢，刚才我舅妈呢，他们每天呢坐火车，晚上坐火车来听经，然后听完经9点半又赶那个10点钟的那个火车，他们也是步行呢，然后又回高雄，回到高雄他们都已经11点了。我妈一生呢学佛信佛非常虔诚，所以她到60岁以后，她当时我爸呢走的时候，她43岁，她就发心了，说我妹妹结婚以后，我有2个妹妹了，她就要出家。她呢，所以她60岁的时候，我妹妹在美国结婚的时候，她就真的呢，她出家了。所以呢，这个圆融师呢，在我青少年的那一段日子里面，深深的影响到我。那老师，你1年住完之后就离开东山寺了嘛？是。那后来跟圆融法师还有联系吗？是，偶尔呢都会这个去那边玩。我这个26岁的时候了，那个圆融师父呢，他就圆寂了啊。他比我大38岁。我呢特别请假呢去参加他的告别式啊，那真是呢，全台湾的那些大法师们，他们全部都下来了。大家呢都下来了，来送他一程。在那种呢告别式上，很多师父们呢都掉眼泪，很多师父们呢都推崇呢他呢真正也算是一代的高僧。那老师，因为我毕竟是网络上资料认识这位法师的嘛，他们都说这位法师是行事蛮果敢的，然后比较阳刚一点。老师像你刚刚说嘛，要阳刚一点。他生来了，在我看起来呢，就是眼呢，在网络上他的眼呢就是方方圆圆的，那么呢耳朵很大，OK， 就是有一种呢大丈夫的那种气概。这样形容是好的吗？果然他做事情对那种果敢的大丈夫的气概。譬如说讲呢，我们这样讲呢，他把东山寺呢就是仿照那中国大陆的丛林的制度，就佛教的那种的百丈这种呢每日生活的这种呢规矩，他呢在他的东山寺里面呢也把它呢复制，也把它实行。他呢知道他出家不是为了混日子，所以他呢就知道说要弘法，要弘法，要办教育。当时我在东山寺呢这个住的那一年里面，他就有佛学院了。佛学院是做什么的？对对，东山佛学院就是培育在家人或者出家人能够呢有非常正确的政治正见对佛教，那么还没有出家人作为他们将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充实了以后，认识了佛教以后，也可以出家做人天的师范。那么呢他当时呢就请了台湾几乎一流的法师居士，全部都聘请他到东山寺来演讲，而且呢非常的礼遇他们。据我所知的像我的老师了，算老师李炳南居士，他有请了真华法师的、道元法师啦，对不对？那么呢就算呢这个印顺导师呢，他都有请他们过来，可见他的目光独到。他认为说，我自己不会讲经，但是我可以礼聘这些大德居士来讲经。圆融法师他自己是比较不讲经的吗？因为我没有听过他讲经那么呢他自己聘请了这么多师父来，可以说为南部的佛教奠下了佛法的种子，这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今天有时候想起来了，他办这些佛学院，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省的，
他真的，我看他的样子，有时候他光着脚的，真的，他这边，而且呢，东山寺的前面，他是禅宗的道场了，所以呢，他前面那个立柱山门来，在我年轻的时候，那边的都是田呐，师父他自己本身呢，拿着锄头这边拨土的，也这边种菜的，不只是徒弟们要去挑水啊。所以你知道他是呢有一点百丈了。百丈和尚是认为说一日不做，说一日不食了。他个人认为说，一天如果不修行，一天不弘法的话，我就不要吃饭了。在我那个时候看起来，他有这样的一个精神。那老师，你之后还有回去东山寺吗？是，我退休的时候60岁左右，我就回到屏东，我外祖父给我妈，我妈也给我的这块田地上。那么呢，我就常常呢来到了东山寺，那么这边呢缅怀我过去这边住的日子，那么呢回想呢这位杰出的女。就是比丘尼了，可以这样讲的。那么呢，这个要讲到说，因为我跟圆融师的那个徒弟啊，天机法师呢，算是很熟。因为过去呢，在很多的弘法的场合了我有跟他有时候呢，同时都参加了譬如说呢，佛教会举办的什么样的弘扬大会了有时候到美浓啦，有时候到那个旗山啦，对不对？在高屏这附近呢，我常常跟他呢是会碰面。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去找他的是那时候我80岁那一年，那么去的时候呢，他也很高兴，他一直要我呢，说呢你要常常到东山寺来啊。我去的时候，他就要安排怎么样？安排我呢到东山寺呢再去演讲，有一个法会了。可是那天我刚好没有空。那么接着呢，他怎么样？过几天呢，他自己跑到原地要来找我。刚好我外出呢去参访去旅游了，又没有碰到他，所以呢就是错过了很多的好的机会了，这是非常可惜的。那么的这个我知道呢，这个天机法师啊，他在那个宝来那边，盐山公路那边有一个宝莲寺，我呢曾经有这个参加他们那边举办的大专佛学的夏令营，他们邀请我去当讲师。我去那边参加以后，我突然间发现那个隔壁呢有什么东西，有不动寺。不动寺我们就是我妈呢以前呢常常呢亲近的一个维利法师，不动寺现在还在。那么我说那个佛寺还在了，维利法师已经过往了。维利法师讲到这里很好玩的，补充一下，他就是跟我在屏东东山寺同时上道元法师讲《楞严经》的人。那时候他还没有出家，他跟他的夫人2个人骑摩托车，没有一堂课是缺席的。那个讲完了以后，他们2个就出家了。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讲，维利法师是我在东山寺听《楞严经》的同班同学。但是我妈呢常常呢会跟我呢取笑，她说人家那个维利法师他跟他太太2个人听完经，2个人呢都出家了。那你呢听完了这些经，后来又听了星云法师了，又听了好多师父讲经，到现在有没有打算呢？我说可能下辈子有机会也不一定啦。所以我妈也是开玩笑跟我讲的啦。因为那我以后那个他讲的时候，我都已经结婚了嘛，都有2个小孩了嘛。那这里再补充一下了，是那个圆融法师他有2个徒弟，一个叫天乙，甲乙丙丁的乙，
那一个叫天机法师，那个天意仪法师呢，后来呢，他当了呢这个佛教呢这个白胜法师他的徒弟啊，协助他然后兴办了很多的这个佛教的事务。那么呢，天机法师呢就来怎么样来接这个东山寺，两个呢在佛教界呢各有发展，各有呢杰出的表现跟贡献呢。那么我想了圆融师大如果了在西方极乐世界了一看到说呢，他呢两个大徒弟，一个在东山寺，让他后继有人；一个是天仪法师，能够协助那个白胜法师来发展整个台湾的这样的佛教的这样的业务，而且卓然有成，我相信他应该会非常的高兴。OK， 那因为我在查这位法师的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位法师被当时的教界人士称呼为尼姑王。当然就是现在好像依我的就是认知以来，好像现在的社会会比较提倡说不要叫尼姑，不要叫女性出家人为尼姑，没有错。对，那当时这位法师就是有这个称号吗？老师怎么看呢？是因为尼姑呢在中国的这样的用词里边呢，有点瞧不起的，是跟那个三姑了，三姑六婆了，了解。我从不会去讲尼姑的，我一定是称呼为比丘尼的，要不然就直接称为法师或是师父这样子。是那么呢，台湾光复以后，因为那时候佛教呢不振兴呢，因为日本人在台湾50年呢，其实对佛教没有什么贡献呢，没有呢把那个佛教呢，真正的佛教呢传过来。在日本那个所谓的统治台湾50年，台湾还是信众传统的道教比较多了所以呢，我们不能怪说呢，有人称呢他尼姑王，他这3个字呢是肯定的，是正面的。在当时的称呼了，就是说呢，那时候大家对女性的出家人呢比较不熟悉，所谓的比丘尼呢，就认为说尼姑了，大家的传统这个世俗都这样讲了，那等于我们现在的话应该讲，她是比丘尼，女性的比丘尼中间呢，敢做敢当，那么有所作为的一个，所以才称她叫尼姑王了，就比丘尼里面的杰出的师父了，应该是这样讲的。另外有一个他的称呼，我记得我也听过，叫做和尚尼。和尚尼啊，和尚是男生的，是说呢，他是一个比丘尼女生的，对不对？和尚尼就是他是女生啊，可是他所作所为是男人，就是大丈夫所做的事情呢，这的一种正面的肯定呢。那么他呢，老实讲，他办事非常的果决，真的，很多事情呢，他都这样讲。譬如说，屏东又有什么办佛教什么东西缺钱，他说包在我身上，类似像这样的那么呢，他就是呢有承担的一个，他对弟子也很严，对徒弟们也很严，要求他对戒律呢非常的严，真的，我看他呢有时候呢。不苟言笑，他对我都笑嘻嘻的，可是呢，他对呢，自己他认为说要做一个师父，就应该好好的把自己的徒弟教好，这也表现出他大丈夫的一面呢。那大丈夫的一面，他呢敢出钱，敢办活动，譬如说呢，他在他那个东山寺里面就有办那种所谓的三坛大戒，就是那种你要出家要有一种受训呐，那种典礼的。你要受戒的那种典礼，他毅然而然的承担。你想那几百人吃饭呢，要多少的讲师师父来上课，那不得了了，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的。可是呢，他认为说呢，出钱出力是他应该要做的。所以呢，最后我们这样想呢，像圆融法师在屏东呢。他已经呢，在我26岁他走的，那距离我现在82岁
已经走了50多年了，56年了。可是在很多的佛教徒的心目中呢，还记得东山寺曾经出过在佛教界里面这样子呢，敢作敢为，而且敢当，而且真正的有贡献、卓然有成的一个比丘尼。那么呢，我现在就想起来，在台湾像佛光山也有很多的杰出比丘尼呢，一日法师啦，佛光山他的新法师那些徒弟啦，那些呢持家啦、持慧啦、持容啦、持庄啦，这些杰出的比丘尼，那么跟他呢，可以说呢都是值得我们去给他称赞的。像现在的昭慧法师啦，有没有？都是我在心底下都非常的尊敬他们。我不只是尊敬了我们男性的这些师父们，我就比丘了。对于比丘尼，我从17岁接近了这圆融法师，他带给我这样的精神的慰藉，他给我很多的鼓励，我非常的感动，一直延续到今天来。OK， 谢谢。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了吗？祝福东山寺法务兴隆，对不对？越来越进步，真正能够变成名刹、名胜的地方。对，这名刹这是佛寺对，了解。是有时间的话，应该也可以去东山寺看看。是应该去的。我们这些视频的听众、观众朋友，大家来屏东就应该到东山寺去看看，距离火车站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算是市区里面吗？对。是谢谢。了解。就感觉这位圆融法师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然后也和蔼可亲，然后又非常勇猛精进的一位传奇人物的感觉。可以这样讲，真的。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咯。谢谢。好，感谢林老师。再见，谢谢。我们下集再见。我已经溜了一半了。对，而且这个已经下了。对啊。心愿，菩萨心愿，菩萨心愿。